国产麦芽4块9一斤，进口麦芽11块一斤，2倍多的差距，那酿出来的啤酒差距会大吗？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，我在5月3日的下午重复德式小麦啤酒里的步骤，用了将近5个小时完成了对比实验。看着进口麦芽汁倒入发酵瓶的瞬间，脑海中是否会冒出一个词儿——白啤？那国产麦芽汁就是黄啤吗？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其实白啤和黄啤不以颜色而区分，而是以原料中是否有小麦和发酵方式而区分的。我们这2瓶属于德式小麦，其实都是白啤，只是麦芽的色度不同而已。在经过18度环境7天的存放后，一发基本结束。过滤倒瓶后，加糖封盖进行2发。室内又2周后开封品尝。先来国产麦芽，啤酒花香气和麦芽香气层次分明，清澈干练。再来品尝进口麦芽的，一般开盖前我都会摇一下，这样开盖就会有泡沫冒出，啤酒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但这次摇大了，结果成这样了。好在最后倒入杯子的时候，泡沫依然丰富，看来只是浪费了一些，但并不影响口感。品尝一下，比国产麦芽醇厚一点，但麦芽香气和啤酒花香气有一种融在一起的感觉，层次不够分明。相对而言，我更喜欢国产麦芽带来的那种层次分明的清透感。还各剩1瓶保存起来，半年后陆续开启，来监测2发的爆瓶率和保质期。我们开封龙眼山楂泡酒，像龙眼和荔枝泡酒都会出现一层果渣碎屑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坏的话，碎屑是像棉花一样的团状，这种散开的是果渣。酒体是非常自然明亮的浅金黄色，入口是龙眼清爽淡雅的果甜，中口是山楂的酸，前中口的过渡平滑而又自然，后口和回味是龙眼优雅的果香。整个酒体酸甜清透，穿透力恰到好处，让人瞬间感觉味蕾被打开，特别适合餐前的开胃。单独喝，口感层次也非常丰富。龙眼山楂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夏天买个大西瓜，一次吃不完，放在冰箱第2天吃又担心拉肚子。我印象中之前做过16糖浆挺成功的，那这次干脆做一个零添加的西瓜糖浆，那样就可以在这炎炎夏日里每天回来都调一个西瓜小酒了。 Nice。首先把剩下的西瓜都挖入到破壁机，再倒入少量清水打成西瓜汁，然后简单过滤一下。大火开锅后转小火，加入适量冰糖，熬煮成适当的稠度。起锅前倒入点柠檬汁，我过滤了一下，结果成这个颜色了。我记得以前做16糖浆的时候不过滤，颜色是红色，于是我不过滤又装了1瓶，没想到第2天成这样。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为什么西瓜糖浆保存不住颜色呢？先不管颜色了，可以加入红石榴糖浆来弥补，理论上西瓜味儿总该会是有的吧。好，接下来调教。首先准备一个冰杯，很多人家里有可能没有冻冰块的习惯，我这次也是花一。我们开封猕猴桃16泡酒，猕猴桃用的是软枣猕猴桃，以前用过普通的猕猴桃泡酒，口感一般。这款小的吃起来比大的口感更加柔和，所以选用它和16一起泡。酒体是清爽淡雅的西瓜红，比较特别，但整体口感却不如想象中的好喝，既没有16的果香，又没有猕猴桃的清爽和穿透力，有点失败，不如单独16泡酒更好喝。我还做了10款不同酒泡16的测试，等开封了再分享结果给大家。猕猴桃16泡酒，个人感觉是3星半。看到大家都在这步步惊美式，想起来我以前也翻车过，就找出来，让大家都乐呵乐呵。这是以前视频的内容，看这流畅的制作过程，一气呵成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他竟然睡着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终于露出了一点点，我嫌他露的不够，又加了点液水，终于露的还可以了。可我觉得他还能再努力努力，于是又加了一丢丢，彻底翻车了。倒入自制的西瓜糖浆，我又倒了一点16糖浆增加颜色，再根据酒量倒入一些酒，最后倒入气泡水，最后加入香水柠檬，品尝一下，西瓜味儿还是很足的，关键是方便了很多，大家可以试试。我们开封桑葚龙眼酒，酒体颜色在摄像机看是黑的，
跟浸泡前的颜值比起来差距很大，但调整一下机器的 ISO 会和肉眼看到的差不多，紫红色。品尝一下口感，没有明显的酒精感，但果味儿有点过于浓郁，反而也不好喝。这个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我们用洋酒加冰的喝法，理论上既降低了酒温，又稀释了果味儿。再品尝一下，果味儿在低温的情况下，果然呈现得更加清爽。龙眼的甜有层次的呈现在前口、后口和回味上，桑葚的滋味在中口和后口，前中后口果味清楚，分工明确。这个组合最大的收获是龙眼的甜，它带来的甜感层次丰富，大家可以在调酒或自制饮料的时候适当添加，很有意思。去年用橡木片和草莓一起浸泡来模拟威士忌橡木桶的滋味，效果还不错，但橡木片的选择有些随意。今年特意选择了3种风味的标品橡木珠进行对比试验，3个月了，准备开封。其实3个月前泡酒的时候，我就在琢磨，既然风味的主要来源是草莓和橡木，那么我就没有必要用更贵的酒，所以选择了96度的生命之水作为基酒。首先，酒体都是漂亮的红橙色，清澈透亮，颜值绝对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品尝口感。蒙古力橡木珠浸泡的橡木味儿有一些粗糙，甚至盖过了草莓味儿，不太适合。美国橡木珠滋味儿和草莓的融合度还不错，整体可以。雪梨橡木珠有一点淡淡的烟熏味儿，跟草莓的清甜略显不搭，但如果投放量少或者跟其他橡木珠组合的话，效果应该也还不错。那么总结一下，用生命之水降度搭配橡木珠来浸泡草莓，虽然缺少大麦或玉米清甜的层次，但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玩法。后口微微有一丁点的苦，但并不难喝。如果不同橡木珠组合搭配，没准还会带来口感的意外收获。